我是老高。今晚我们来聊一个北宋最危险的女人，不是武则天那种坐龙椅的危险，是另一种。一个连名字都不配拥有的孤儿，怎么就把大宋天子变成了他裙下之臣？这事儿细想，比任何宫斗剧都狠。你要是方便，把灯调暗一点，让我带你回到公元1125年的深秋，汴京城上空烧着一片血红的晚霞，金国人的铁骑已经踏破了北方防线，带着灭国的气息往南冲。可汴京城最奢靡的樊楼深处，有个女人正看着窗外，她看的不是风景，是一个帝国的余晖。她叫李师师，后世把她写成风流尤物，周旋在帝王和绿林好汉之间。但真实的她根本不是什么风花雪月，她的故事是一场窒息的生存反击战。我觉得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不是长得漂亮，是她清醒，清醒到让人害怕。好，我们从头说，把时间往回拨几十年，汴京城边缘没有雕栏玉砌，只有刺鼻的染缸和泥泞的街道。那时候李师师还不姓李，她只是一个叫王银的穷苦染匠的女儿。在那个讲究出身门第的年代，匠人的女儿从出生那刻起就被钉死在社会最底层。但命运觉得这还不够狠，他还是个不懂事的小孩时，他爹王银因为一场莫须有的罪名被抓进了大牢，没钱打点狱卒，在那座监狱里就等于判了死刑。没多久，他爹无声无息死在了牢房里，连一卷破草席都没留下。这个小女孩瞬间成了孤儿。你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汴京大街上车水马龙，达官贵人的马车呼啸而过，酒楼里飘着肉香，而她衣衫褴褛，蜷缩在屋檐下，忍着刺骨的饥寒。那个年代，街头冻死一两个孤儿，开封府的卷宗上连半个字都不会留。他开局拿到的就是一张死亡体验卡。说实话，如果是我拿到这手牌，我可能直接认命了。但他没有，为了活下去，他被好心人送进了一家佛寺。老和尚看着这个面黄肌瘦的小女孩，发现她听到诵经声不哭不闹，反而异常安静。老和尚摸了摸她的头，说这孩子有佛缘，给她取名叫师师。你看，这个日后让无数文人魂牵梦绕的名字，最初只是佛门对一个可怜孤儿的悲悯称呼，但青灯古佛没有成为他的归宿。汴京这座欲望之城，有他自己冷酷的运转法则。北宋都城商业繁荣，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娱乐产业。那些隐藏在街巷背后的教坊和青楼，像贪婪的巨兽，时刻在民间搜寻猎物。不知道什么机缘，一个姓李的保姆，那双毒辣的眼睛锁定了这个还在寺庙里吃斋的孤儿。他看穿了枯黄头发下隐藏的绝佳骨相，看到了眼神里那种为了活下去可以忍受一切的坚韧。几罐铜钱完成了这场底层社会司空见惯的人口交易。那个姓王的染匠女儿彻底死了，取而代之的是即将进入陆氏巷的李师师。当一双涂满脂粉的手牵起他沾满泥垢的小手时，他不知道自己要迈入的是一个怎样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也没人会相信，这个从染缸底部爬出来的孩子，有朝一日会把大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变成他的俘虏。你有没有发现，这和我们现在很像？很多人的起点根本不是什么起跑线，是悬崖边。好，接下来的事情才真正残酷。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古代青楼就是皮肉交易，但你翻开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就会发现，北宋汴京的娱乐产业早就进化到了一个常人难以想象的专业化阶段。那个风月市场里有森严的等级，最底层叫暗门子，出卖纯粹的身体，朝不保夕。站在金字塔顶尖的，被尊称为行院官人，就是名妓。
这些顶级名妓的宅院布置得如同书香门第，庭院深深，假山流水。他们招待的不是粗鄙商贾，而是大宋最核心的统治阶层和最顶尖的文化精英。北宋重文轻武，士大夫掌握绝对话语权。这群文人饱读诗书，精神世界丰富，同时承受着官场的巨大压力。他们来顶级青楼，根本不是为了低级的肉体发泄，他们要找的是一个能听懂弦外之音的红颜知己，一个能在他们挥毫时红袖添香，借酒浇愁时用天籁之音抚慰灵魂的完美伴侣。这种苛刻的精英需求直接倒逼了供给侧的全面升级。对于买下李师师的保姆来说，那几罐买命钱只是天使轮的入场费。为了把这个瘦弱孤儿打造成摇钱树，他必须投入海量资源，进行漫长的封闭式培养。在这个魔鬼孵化营里，李师师开始了长达数年暗无天日的地狱训练。首先是形体和礼仪的重塑。一个从小在街头流浪的女孩，体态佝偻，走路姿势带着底层的粗鄙。保姆请来宫里退下来的老嬷嬷，用最严厉的戒尺一点一点纠正她的站姿、坐姿，甚至呼吸的频率。她每天必须顶着盛满水的瓷碗练习走路，碗里的水洒出一滴，换来的就是藤条抽打。她要学如何倒茶显得优雅，如何用丝帕遮掩笑意显得娇羞，哪怕眼神的流转都要对着铜镜练习千百次，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但形体改变只是入门课，真正决定生死的是文化底蕴和艺术修养。北宋是词的时代，士大夫宴饮时最喜欢当场填词，然后让身边的人立刻演唱。这要求名妓不仅有好嗓子，更要有深厚的音乐功底和文学素养。李师师被迫坐在古琴和琵琶前，从最枯燥的宫尺谱学起。无数个寒冬清晨，汴京城还笼罩在白霜中，他就被叫起来，在冰冷的水盆里浸泡双手，然后一遍又一遍拨动琴弦，手指被割破，鲜血染红指尖。保姆不会给他包扎，只冷冷地说：结了痂再磨破，磨出老茧，琴音才会透出骨子里的金石之声。除了乐器，还有繁重的诗书填鸭。他不仅要熟读《诗经》《楚辞》，还要背诵柳永、欧阳修、苏轼等名家的上千首诗词。他必须清楚每一个典故的来历，每一种词牌的平仄格律，因为将来某一天，当某位大员在酒席上随口吟出一句生僻的残句，如果他不能瞬间领会深意并巧妙接上，他就会被打上庸脂俗粉的标签，彻底失去在顶流圈子里立足的资格。点茶、焚香、挂画、插花，是每个顶级名妓必须精通的硬核技能。他要学如何在沸水中用茶干击打出细腻的白色泡沫，甚至在茶汤上画出飞禽走兽，这叫茶百戏。他要学分辨沉香、檀香、龙脑香的细微差别，根据客人情绪和时令调配独一无二的香丸。这些看似风雅的技能背后，是日复一日的枯燥重复，是用时间和汗水堆砌出来的绝对门槛。我觉得这个训练过程本质上就是一套极端的精英教育体系，只不过它的目的不是培养官员，是培养一件完美的商品。在这个残酷的造星工厂里，每天都有女孩崩溃大哭，但眼泪在这里是最廉价的东西，换不来任何同情。保姆有一套冷血的淘汰机制，李师师亲眼见证了无数失败者的下场。那些只有漂亮脸蛋却在考核中不合格的女孩，或者受不了皮肉之苦试图反抗的女孩，一旦被认定失去高端投资价值，就会被毫不留情地剥夺一切。保姆会像处理残次品一样，把它们以极低的价格转卖给下等的暗门子，或者发配到偏远军营。在那里，他们不再拥有任何尊严，等待他们的只有无休止的蹂躏，直到在绝望中死去。
这种发生在眼皮底下的真实淘汰，比任何训斥都更刺痛李师师的神经。他深知自己是没有退路的孤儿，身后是万丈深渊，连一个托底的亲人都没有。如果被淘汰，他连回街头要饭的资格都会失去。这种源自生存本能的恐惧，转化为了近乎疯狂的学习动力。他不再抱怨戒齿的疼痛，不再抗拒晦涩的诗词，他像一块干瘪的海绵，疯狂吸收着一切知识。随着时间推移，当年面黄肌瘦的染匠女儿渐渐褪去了市井的粗糙，她出落得亭亭玉立，眉眼间流露出饱读诗书后特有的灵动与深邃。她的琴技已经心手合一，随手一拨便能弹出让人潸然泪下的曲调。她泡出的茶汤色泽莹白，调制的香气清幽淡雅，完全符合士大夫最高级别的审美。当他终于通过了所有结业考核，他知道自己拿到了通往汴京最高级别名利场的入场券，但这仅仅是开始。在竞争白热化的陆氏巷里，精通琴棋书画的美女多如牛毛，每年都有无数经过精心包装的新人被推向市场。如果按部就班做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巧官人，他充其量只能成为众多名妓中平庸的一个，随时被更年轻漂亮的后来者取代。这里是整个故事的第一个转折点，也是我觉得李师师最天才的地方。经历了地狱般洗礼的李师师早已看透了这个行业的本质。美貌是不断贬值的易耗品，才华虽然是核心壁垒，但不足以形成绝对的不可替代性。想要真正站稳脚跟，甚至爬上金字塔顶端，他必须跳出传统竞争框架，找到一个任何人都没尝试过的独特标签。当保姆兴致勃勃地为他挑选色彩艳丽的丝绸绫罗，准备让他以最耀眼的姿态挂牌接客时，李师师看着那些花团锦簇的衣裳，出人意料地摇了摇头。他伸出细长苍白的手指，将这些价值连城的锦缎和脂粉轻轻推到一旁。保姆惊愕地看着他，以为他疯了。但李师师那双看似毫无波澜的眼睛里，其实早就进行过一场关乎生死的商业推演。当时的陆氏巷汇聚了全大宋最顶尖的数千名粉黛，生存法则简单而残酷，为了争夺眼球，所有名妓都在拼命做加法。他们穿最鲜艳的大红大绿，头上插满珠翠，脸上涂厚重铅华，客人一进门，他们就换上最甜美的笑容，百般逢迎。这就好比一个严重饱和的红海市场，所有商品都在降价促销。李师师清醒地意识到，如果走这条谄媚的老路，就算琴弹得再好，也只能沦为流水线上的高级消耗品。想要脱颖而出，拿到绝对定价权，他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反向定位。他不仅要逆着所有同行的路子走，还要精准切中核心消费群体的心理命门。周邦彦后来在词作里回忆初见李师师的模样，写了12个字：铅华淡铸，新装束好，风韵天然易俗。这12个字就是李师师为自己打造的核心人设，也是他降维打击的终极武器。他抛弃了所有浓妆艳抹，选择素面朝天或若有若无的淡妆。他脱下花团锦簇的绫罗绸缎，换上月白色或淡青色的素雅长裙，头上只斜插一只毫无雕饰的玉簪。闺房里没有刺鼻脂粉器，没有金银玉器的俗气摆设，四壁只挂几幅疏朗的水墨山水画，案几上摆着一只冰裂纹的汝窑花瓶，里面孤零零供着一只清瘦的寒梅。更绝的是他待客的态度，他彻底撕毁了名妓必须笑脸迎人的行业潜规则。面对挥金如土的商贾巨富或大腹便便的朝廷命官，他不主动迎出门外，他会让客人在外厢房的冷板凳上苦等，等到客人耐心快要耗尽，甚至感到愤怒时，他才如同月宫仙子一般，不带一丝烟火气的缓缓拨开珠帘。他不苟言笑，
眉眼间总笼罩着一层淡淡的哀愁与清冷，仿佛世间没有任何金银能打动他的心。你有没有发现，这套打法放到今天，就是最高级的品牌策略，不讨好，不迎合，反而让所有人疯狂。这种反直觉的冷漠，如果放在底层暗门子里，绝对会被客人砸店。但在汴京最顶级的文化名流圈里，这种孤高冷傲产生了核爆级别的化学反应。我们必须剖析一下北宋士大夫的精神结构。有宋一朝是中国古典美学发生根本转折的时代。大唐那种喜欢牡丹、大红大紫的奔放审美已经成为过去式。宋代文人追求内敛、克制、极简的高级美学，他们烧的瓷器是单色青瓷，画的画是大片留白的寒林雪景，崇尚的是梅花凌寒独自开的清高。这些站在权力金字塔顶端的男人，饱读诗书，自视甚高。他们在官场经历了太多阿谀奉承，在家里见惯了妻妾的低眉顺眼。当他们走进青楼，面对那些像商品一样摇尾乞怜的女人时，自尊心或许短暂满足，但随之而来的是深深的乏味。用钱就能买到的顺从，根本无法激发这群精英的征服欲。而李师师的出现，就像在这群习惯被讨好的天之骄子脸上泼了一盆冰水。当一个满腹经纶的权贵带着大把银票来到李氏青楼，本以为能得到投怀送抱，却被李师师冷若冰霜的眼神冻在原地时，他内心的第一反应不是愤怒，是前所未有的震撼与猎奇。在征服欲的驱使下，他们开始疯狂想要撕下这层冰冷面具。他们以为只要钱够多，官够大，就能博得一笑。但李师师把人性弱点拿捏得死死的，他深知轻易得到的永远不会被珍惜，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面对堆积成山的金银，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只淡淡拨弄琴弦，弹一曲充满亡国之音的凄凉楚调。这种视金钱如粪土的姿态，不仅没让客人知难而退，反而让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幻觉。他们觉得眼前这个女人根本不是风尘女子，而是一世独立的仙子，是误落凡尘等待他们用才华去拯救的绝代佳人。于是为了博取李师师的青睐，汴京文人陷入了疯狂内卷。他们不再比谁砸钱多，而是比谁的词更雅致，谁的琴弹得更高山流水。这就形成了一个让所有同行嫉妒到发狂的商业奇观。李氏青楼的门槛被踏破了，那些平时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甘愿排上几个月的长队，只为喝一杯他亲手泡的清茶。如果运气好，能得到他一句冷淡的点评或一个微不可察的点头，这些大男人走出门时就会像中了状元一样，骄傲地向同僚炫耀，仿佛被李师师认可，就等同于获得了北宋文化圈最高级别的品味认证。这种饥饿营销和反向定位，让李师师的身价在短短1-2年内指数级暴涨。他从岌岌可危的底层练习生，一跃成为整个汴京城最稀缺、最昂贵的奢侈品。他不仅赢得了财富，更赢得了最难获得的尊重。那些清高的士大夫不再把他当成可以随意把玩的玩物，而是当成可以平等对话的灵魂伴侣。我觉得这个策略放到任何时代都成立。当所有人都在讨好市场的时候，反过来让市场来讨好你，才是真正的顶级玩法。有一次，一位外地豪商不懂规矩，仗着财大气粗，在酒席上对李师师动手动脚，要求他唱艳俗小调。李师师没有委曲求全，也没有大吵大闹，他只是静静放下酒杯，站起身，用毫无温度的眼神看了那个豪商一眼，然后一言不发拂袖而去。回到内室，将门反锁。那位豪商正准备发作，却立刻遭到同席所有文人官员的集体怒斥。这些权贵竟然为了一个风尘女子，
把那个富甲一方的商人骂得狗血淋头，甚至威胁要动用官府力量将他赶出汴京。这个插曲迅速传为美谈，他不仅没损害李师师的生意，反而向金字招牌彻底夯实了他凛然不可侵犯的人设。所有客人都明白了一个道理，在李师师的房间里，金钱无效，粗鄙可耻，只有绝对的风雅和才情才是与他沟通的唯一货币。但他同样清醒地知道，靠人设和新鲜感堆砌的繁荣依然脆弱，士大夫的狂热只是一阵风，风过之后，如果没有更坚固的文化图腾支撑，他这个神像迟早会被从神坛上扯下来摔碎。他需要一个真正的文化巨头，一个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宗师级人物，来为他这块金字招牌刻上永远无法磨灭的铭文。命运似乎总是偏爱那些在绝境中依然保持清醒的灵魂。就在李师师的名声传遍汴京时，那些带着淡淡忧伤的琴音和关于他孤高不群的传闻，化作一阵风，越过樊楼的屋脊，越过太学的高墙，轻轻吹动了一位名满天下却依然在红尘中寻觅知音的词坛宗匠的衣襟。这个人叫周邦彦。周邦彦是北宋婉约词的集大成者，是神宗、哲宗两朝都赏识的旷世才子，更是宋徽宗亲手任命的皇家最高音乐机构大圣府的最高长官。在当时的文化圈里，周邦彦的地位相当于现在的顶级音乐制作人兼作词泰斗。他写出的一阙新词，只要在教坊里传唱开来，立刻就会霸榜。无数青楼歌妓都以能唱一首周邦彦的新词为毕生荣幸。当这位年逾花甲、阅尽春色的词坛宗师踏入李氏青楼的那一刻，李师师这场蓄谋已久的阶层跨越战终于迎来了最强有力的超级流量背书。初见那天，周邦彦没有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他静静坐在李师师素雅的内室里，看着眼前这个不施粉黛、眼神清冷的年轻女子，听着她指尖流淌出的幽咽哀婉的曲调。这位老词人内心受到了极大震动，他发现这个女孩的琴音里没有青楼女子惯有的逢迎与甜腻，而是藏着一种洞穿世事的悲凉和天然去雕饰的高级审美。这种审美完美契合了周邦彦在词作中一直苦苦追求的典雅与清俊。周邦彦当即挥毫，为李师师写下了一阙《洛阳春》，开篇便是“梅共春山争秀，可怜长昼。莫将清泪湿花枝，恐花也如人寿。”这几句词没有写他肉体多丰满，没有写他笑容多妩媚，而是精准抓住了他紧蹙的眉头和清冷的泪眼，写出了他骨子里的清高与化不开的哀愁。这首词一经传出，整个汴京文化圈瞬间沸腾。大词人周邦彦亲自为一个青楼女子写词，而且是以近乎平视甚至怜惜的态度去赞美她的清愁。这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相当于一位顶级权威给李师师颁发了最高级别的文化认证。从这一刻起，李师师不再是可以用金钱衡量的寻常妓女，她变成了周邦彦笔下那个愁锁春山的绝代佳人，成为了大宋词坛上一个活生生的文学意象。李师师也聪明地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借势机会。他深知在没有互联网的封建时代，大词人的诗词就是最具爆发力的病毒式营销工具。他开始全身心投入对周邦彦词作的演唱，他歌喉婉转，深谙音律，总能把那些在平仄格律上严苛的词调演唱得丝丝入扣，两人形成了高度绑定的利益与艺术共同体。周邦彦负责创作最顶级的歌词，李师师负责用最完美的嗓音去发布。周邦彦后来又为他写了《玉兰》《铅华淡注》《新装束好》《风韵天然易俗》，彼此之名虽然初见，情分娴熟。这首词更是直接将李师师素面朝天、反向定位的人设
推向了全大宋的事业中心。随着这些爆款词作在大街小巷疯狂传唱，李师师的名气如同坐上火箭直冲云霄。那些自命清高的士大夫们原本只把青楼当消遣场所，但现在去找李师师听曲，变成了探讨周邦彦新词的高雅文化活动。谁要是没听过李师师唱的《洛阳春》，在官场酒宴上都觉得抬不起头。李氏青楼门外的马车排得比以往更长，来的客人级别也越来越高，有朝廷的六部九卿，有名满天下的江南才子，甚至还有握着国家财政大权的封疆大吏。你有没有发现，这和我们现在的流量逻辑一模一样？一个顶级 KOL 的背书胜过你自己吆喝10000遍。在这场由周邦彦亲自背书的造神运动中，李师师展现出了可怕的向下兼容情商。面对这位年过花甲，足以做自己爷爷的词坛泰斗，他表现出了真诚的敬仰和体贴。他不仅在艺术上与周邦彦琴瑟和鸣，在生活上也照顾得无微不至。宋人笔记中记载，李师师甚至想要委身于周邦彦，与他同寝同居。这种忘年之交，在外界看来或许充满交易感，但对李师师来说，周邦彦就是他在汴京城里最坚固的靠山，是他完成个人 IP 升级的核心引擎。他把一个青楼女子能提供的情绪价值，全部倾注在了这位老词人身上，因为他很清楚，只要周邦彦还愿意为他写词，他在大宋文化圈的顶流位置就永远不可撼动。他借着周邦彦的肩膀，彻底撕掉了贴在自己身上的底层贱民标签。他用才华和清冷，硬生生在这座由男人和权力主导的都城里，砸开了一条通往阶层顶端的血路。如今的他，即使对着当朝2品大员冷眼相待，那些官员也觉得这是不可多得的风雅，因为他的身价已经不是用白银黄金来衡量的了，而是用大宋最顶级的诗词和文化底蕴来背书的。说实话，如果是我，走到这一步，可能就觉得够了。但命运没打算让他停在这里。就在李师师的名声达到一个青楼女子所能企及的极限巅峰时，他并不知道，自己这套清冷人设在无意中击中了一个比所有士大夫加起来还要庞大，还要深不可测的超级目标。那些由他演唱的带着淡淡哀愁的周邦彦新词，像长着翅膀的隐形精灵，穿过汴京喧闹的街市，飘过御街两旁高大的槐树，越过重重叠叠的琉璃瓦，飘进了那座被高墙深院死死锁住的禁忌之城。当那些哀婉歌声越过明黄色琉璃瓦，在深秋黄昏落入大宋皇宫的朱红色围墙之内时，这座庞大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宋徽宗赵佶正独自坐在空旷的大殿里，他手中握着一支饱蘸浓墨的玉笔，在名贵宣纸上勾勒着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鹤。赵佶是大宋第8位皇帝，但剥去龙袍，他灵魂深处是一个天赋异禀，甚至有些神经质的顶级艺术家。他在书画上的造诣登峰造极，他独创了书法史上著名的瘦金体，笔迹瘦挺爽利，锋芒毕露，完全打破了传统帝王书法的圆润厚重。这种锐利的笔触恰恰暴露了他内心对自由审美的渴望和对刻板规矩的厌恶。他不仅在书画上开宗立派，还沉迷道教清修，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他幻想自己是被贬落人间的逍遥仙人，总有一天要乘风归去。但命运给他开了天大的玩笑，把这个最该在画院里挥洒才情的风流才子硬生生按在了那把布满荆棘与责任的龙椅上。我觉得赵佶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错位人生。他要是生在普通人家，大概率是一代宗师级的艺术家，偏偏老天让他当了皇帝。在皇宫这座巨大的金色牢笼里，赵佶看似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实际上更像一头被祖宗之法
和森严礼教所铸的困兽。大宋从开国之初就建立了严密的文官压制体系和宫廷规矩。每天早朝，台谏官们用最刻薄的语言挑剔皇帝的一言一行，堆积如山的奏折里写满了黄河决堤、流民起事、边患吃紧。这些冰冷的政治现实像大山一样压在这个艺术家心头，让他无比烦躁。退朝之后，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后宫，试图寻找精神慰藉时，迎接他的却是比朝堂更让人窒息的枯燥沙漠。召集后宫虽有3000佳丽，但这些女人在封建礼教的漫长规训下，早就失去了作为活生生的人应有的灵动与个性。北宋皇室为防外戚干政，挑选后妃时刻意避开名门望族，转而从中下级武将家庭中选容貌端正的女子。这些被选入深宫的女孩从小被灌输最死板的女德教育。以郑皇后为例，正史记载她生性端庄，行事严格，恪守皇家法度，从不逾矩半步。这些嫔妃每天穿着厚重繁复的宫廷礼服，头顶沉甸甸的珠翠，像精心雕琢的木偶。面对召集时，脸上挂着的永远是诚惶诚恐、千篇一律的标准化微笑。他们开口闭口谈的，不是开枝散叶，就是劝谏皇帝勤政爱民。在这些女人眼中，赵佶从来不是一个懂风花雪月的普通男人，他是必须被仰视、被供奉的神明，是能给他们家族带来荣华富贵的权力符号。这种充满目的性和等级压迫的相处模式，对一个渴望纯粹情感和高级审美的艺术家来说，简直是精神凌迟。赵佶太需要不带政治色彩的平等对话了，太需要能产生灵魂共鸣的红颜知己了。他拥有全天下的财富和权力，一挥手就有无数人愿意为他去死。但他唯独买不到一样东西，一个女人发自内心的，不因为他是皇帝而产生的爱慕与欣赏。他在这座冰冷的深宫里快要发疯了，他试图用疯狂的艺术创作来麻痹自己。他下令修建奇石林立的艮岳，耗费举国之力搜刮江南花石纲，试图在囚笼里打造一个完美的美学乌托邦。但假山假水填不满内心的空虚。他每天登上宣德门，望着宫墙外汴京城璀璨的万家灯火。那时的汴京夜市灯火通明，勾栏瓦斯里丝竹管弦彻夜不绝，空气中弥漫着炙烤羊肉的香气和浓烈酒香，到处都是可以自由呼吸、自由相爱的平民百姓。这位大宋天子的眼中流露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羡慕与哀伤。直到有一天，那些在市井里被疯狂传唱的周邦彦新词，伴随着浓烈的烟火气传到了他耳朵里。他听说了陆氏巷里那个叫李师师的奇女子，听说了她反直觉的素雅装扮，更听说了她面对王公贵族时冷若冰霜，视金钱如粪土的孤高姿态。这个消息像巨石投入死水，瞬间在赵佶心里掀起滔天巨浪。对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帝王来说，他这辈子见过太多因为恐惧和贪婪而卑躬屈膝的奴才，从来没有一个人敢在权力与财富面前表现出那样的不屑一顾。李师师的清冷，精准击中了赵佶心理防线上最脆弱的盲区。他突然觉得后宫那些穿金戴银的嫔妃在这份市井的清高面前俗不可耐。他甚至产生了异常强烈的冲动，想要撕下身上沉重的龙袍，化身为一个普通的汴京才子，去会一会这个连大词人周邦彦都为之倾倒的绝代佳人。他想用自己的才华，而不是皇帝的特权，去征服那个冰冷的灵魂。这种渴望一旦生根，就像疯长的野草，再也无法被理智压制。他像站在金字塔最顶端却被缺氧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困兽，拼命想把头伸出塔尖，去呼吸一口来自红尘市井的浑浊却充满生机的空气。而在朝堂上，
那些每天察言观色的弄臣们很快捕捉到了皇帝眼神中飘忽不定的渴望，以太尉高俅和宦官张迪最为机敏。他们并非满口仁义道德的道学先生，本就出身市井底层，深谙人性的幽暗与权力的运作法则。他们知道皇帝患上了一种名为寂寞的绝症，如果能治好这块心病，帮他打通通往民间风月场的壁垒，他们就能牢牢攥住天子的心，获得比任何军功政绩都稳固的荣宠。对高俅这些人来说，祖宗之法和皇家体面在皇帝的真实欲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既然皇帝被高高的宫墙锁住了脚步，他们就必须想尽办法，在皇权铁幕与市井红尘之间撕开一条常人无法察觉的缝隙。但他们面临的第一个巨大挑战，是大宋那套严密甚至变态的宫廷安保和言官监视系统。在北宋这个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朝代，皇帝绝不是可以随便溜出宫门的自由人。皇帝的一言一行，每天都有起居郎拿着笔寸步不离的记录。按照宫廷规矩，一旦景阳钟敲响，宫门落锁，哪怕天王老子也不能随意进出。如果皇帝深夜失踪，在礼教森严的宫廷里，无异于10级政治地震。第二天早朝，那些拥有封文言事特权的殿中侍御史们能引经据典，把皇宫屋顶当场骂翻。所以想让大宋天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去录事项寻花问柳，几乎是制度层面上的死局。但高俅不是一般官僚，他本就是汴京街头的破落户出身，靠给文人当书童，踢得一脚好蹴鞠，才讨得赵佶欢心。他太熟悉汴京城那些勾栏瓦肆的暗道和市井间的江湖规矩了，他就是连接朝堂与灰色地带的最佳看客。于是一场由大宋核心权臣亲自操盘的秘密行动悄然展开。为了掩去天子的光芒，高俅从宫外弄来几套富商公子常穿的普通青衫和小帽，他让宋徽宗脱下龙袍，换上这身丢进人群里就找不出来的平民便服。赵佶甚至给自己编了一个土气的化名赵乙，在天色将暗为暗的黄昏，趁着宫门即将落锁，御林军换防交接的那一小段混乱时间，赵佶在高俅和几个心腹太监的簇拥下，乘坐一辆没有皇家标记的破旧小马车，从皇宫最僻静的东华门像做贼一样溜了出去。马车碾压在汴京喧闹的青石板路上，发出颠簸的声响。车厢外的夜市已经拉开帷幕，周桥夜市上炙烤羊肉的烟火气、马嘶声和脂粉气透过窗帘缝隙钻了进来。坐在车厢里的赵佶紧张的手心微微出汗，但眼神里闪烁着违背禁忌所带来的极度亢奋。他像终于逃出牢笼的囚徒，贪婪地呼吸着充满市井烟火气的自由空气。然而这种刺激的微服私访虽然短暂满足了猎奇心理，但随着去李氏青楼的次数增加，暴露的政治风险也在飙升。汴京城没有秘密，御史台的官员已经听到风言风语，开始在朝堂上旁敲侧击。皇城守卫也对这辆频繁在深夜进出、从不接受盘查的神秘马车产生了怀疑。如果继续走地面通道，一旦被耿直大臣当街拦下，或被巡夜铺兵撞破，那将是大宋皇室有史以来最难堪的政治丑闻。面对这种可能身败名裂的危机，张迪和高俅想出了一个空前绝后、荒唐到极点的方案，直接在皇宫地下挖一条通往陆氏巷李氏青楼的秘密地道。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汴京城地处黄河泛滥区，地下水位极高，挖掘地道稍有不慎就会涌水坍塌。但在绝对皇权面前，只要是皇帝的欲望，就没有任何物理障碍不能被铲平。当时大宋正倾举国之力为皇帝修建艮岳，张迪借着修建艮岳、搬运太湖石或疏通地下水道的官方名义，调集了一批绝对心腹的能工巧匠，
他们动用修建皇家工程的名贵楠木和防水石料，从皇宫一个偏僻角落开始秘密动土。工匠们日夜赶工，用最顶级的防渗漏技术，硬生生在汴京复杂的地下水网中凿出了一条坚固的隐秘通道。地道修得奢华宽敞，地面铺设平整防滑的青砖，墙壁上每隔几步就点着长明不灭的巨型牛油蜡烛。当地道全线贯通的那一天，大宋皇权的威严以一种畸形而讽刺的方式，完成了对底层红尘的精准降维掠夺。你闭上眼睛想象一下那个画面，汴京城灯火辉煌的地面上，是上百万安居乐业的百姓，是提着灯笼巡逻的禁军，是士大夫们在樊楼包厢里高谈阔论家国天下。而在他们脚下几丈深的黑暗地底，这个帝国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正提着一盏昏黄的羊角灯笼，像一只见不得光的夜行动物。赵佶穿着那身名为赵乙的粗布青衫，在几个太监的沉默护送下，踩着潮湿阴冷的青砖，一步步走向地道的另一头。在这条充满泥土腥味和龙脑香混杂气息的地道里，他不再是接受万国朝拜的神明，他剥离了所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政治外衣，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被底层欲望驱使的普通男人。我觉得这条地道是整个北宋末年最荒诞的隐喻。一个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不是在地道里运兵，不是在地道里逃命，而是在地道里偷情。这个国家烂到什么程度？你品一品。当地道尽头的沉重石门被太监推开，发出沉闷的摩擦声。赵佶顺着狭窄陡峭的木梯爬上地面时，他发现自己已经身处李氏青楼后院一个隐蔽的杂物间里。夜风吹过陆氏巷连绵的屋檐，带来前院丝竹管弦的喧闹和隐约的吴侬软语。但在这个被重金封锁的僻静后院，一切都幽暗静谧，充满令人窒息的神秘感。高俅早已打点好一切，保姆被丰厚赏赐和隐约透露的恐怖权势吓得松若寒蝉，早早清退了所有闲杂人等，死死守在通往外院的月亮门边。赵佶整理了一下沾染灰尘的青衫，深吸一口这充满市井脂粉气却让他无比迷恋的空气。他的心跳开始加速，那是长期被囚禁在深宫里的帝王第一次真正触碰鲜活生命时特有的悸动。他挥手退下随从，独自迈着迫不及待却又带着忐忑的步伐走向庭院深处那间还亮着微弱烛光、飘出梅花幽香的绣阁。这不仅是从皇宫到市井的空间跨越，更是大宋天子在精神上向一个底层妓女发起的第一次试探。当那个自称赵乙的天下之主终于站在李师师房门前，他缓缓抬起那双原本只用来批阅奏折、挥洒瘦金体的白皙手掌，在半空中略微停顿，仿佛做着最后的心理建设。然后他轻轻叩响了那扇雕花木门，3声轻响落下，那扇门并没有立刻敞开，前来开门的是保姆李老。李老那双老辣的眼睛只在赵佶和他身后那些恭敬的有些过分的随从身上扫了一眼，就立刻断定眼前这个男人身份贵不可言。按照青楼里庸俗的做派，面对这种级别的金主，早该跪在地上大献殷勤。但李氏青楼之所以能做到顶流，靠的就是那套反向操作。李老不仅没有惶恐谄媚，反而只淡淡屈膝行了个长礼。他没有把赵佶带去见李师师，而是将这位天下之主领进了一间光线昏暗、陈设简陋的小厢房。根据宋代笔记《李师师外传》的详细记载，赵佶在这间小厢房里遭遇了人生中第一场严重的规矩颠覆。李老端上来的不是琼浆玉液和山珍海味，而是一碗最寻常的粗茶。茶盘里摆着地黄饼、核桃、盐池、枣糕，这些底层百姓才吃的粗糙果饼，对每天享用御膳房几百道精美菜肴的宋徽宗来说，
这些东西简直难以下咽。但在好奇心和征服欲的驱使下，他愿意忍受这种暂时的怠慢。就在赵吉勉强吃了2口茶点，以为马上能见到家人时，李老却提出了更过分的要求。他让丫鬟端来温水，要求这位客人必须先洗浴更衣，洗去身上尘土，才有资格进入内室。堂堂大宋天子，竟然要在青楼的逼仄浴房里听从一个保姆的指挥，这种带有强烈服从性测试的操作，在皇宫里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僭越之罪。但在这条深不可测的路事项里，赵吉却像一个听话的学徒，顺从地完成了这些繁琐的清洁仪式。沐浴完毕，赵吉被引到另一间稍宽敞的客堂，他满怀期待坐下，以为该进入正题了。然而迎接他的是一场漫长的、让人几乎发疯的苦等。房间里漏壶发出单调的滴答声，更鼓敲过1更，又敲过2更。夜色已经深沉到了极点，在皇宫里，从来只有文武百官在黎明前苦等皇帝的份儿。赵吉这辈子还从来没有为任何人坐过这么久的冷板凳。这种在时间上的绝对剥夺，其实是李师师团队最高明的心理战术。他们在用时间作为钝器，一点一点敲碎赵吉身上那层因为长期掌握绝对权力而形成的傲慢外壳。当客人的耐心被消耗到临界点，当期待值被拉扯到最高峰时，他就会产生强烈的心理错觉，接下来要出场的那个人必然值得他付出这一切等待。就在赵吉的心理防线快要崩溃，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被愚弄的时候，一阵细碎而轻柔的脚步声终于在走廊深处响了起来。课堂那厚重的珠帘被一只苍白细腻的手轻轻拨开，李师师终于露出了真容。赵吉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但他看到的与想象中艳光四射的青楼花魁截然不同。李师师外传留下了关于他那晚装扮的精准素描，他没有穿任何华丽丝绸，身上披着一件纯白色生丝长裙，脸上没有涂抹半点胭脂水粉，头发只松松挽了一个简单的云髻，没有任何金玉珠翠点缀，他就像从水墨画里走出来的清冷幽魂，浑身散发着不食人间烟火的孤寒之气。更让赵吉错愕的是，面对他这个身份显然不一般的贵客，李师师没有上前迎拜，没有说半句讨好的客套话，他只是神情淡漠地看了赵吉一眼，便自顾自走到房间中央的琴台前缓缓坐下。赵吉试图打破沉默，温和地询问他的年龄，但这种在男权社会里百试百灵的上位者关怀，在这里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李师师连头都没抬，完全无视了他的提问。他只是自顾自伸出纤长手指，拨弄了一下案几上的青铜香炉，点燃一片沉香。在缕缕青烟中，他将双手轻轻搭在瑶琴上，随着指尖波动，一串凄凉而空灵的琴音瞬间充斥了整个课堂。他弹奏的是《平沙落雁》，这首曲子描绘的是秋风萧瑟的旷野中，大雁在万里平沙上盘旋落下的孤寂与苍凉。对整天被困在金碧辉煌皇宫里的赵吉来说，这种充满大自然原始荒凉感和深邃悲愁的琴音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听觉震撼。他原本因为长久等待而焦躁的心，在如泣如诉的琴声中奇迹般安静了下来。李师师没有看他，只是全神贯注地弹奏。他把曲子整整弹了3遍，每一遍都融入不同的情绪转折，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在这个没有一句对白的夜晚，琴声成为了他们之间唯一的交流方式。李师师在用绝对的艺术实力和冷漠的态度向眼前这个男人宣告规矩。在这里，没有权力的大小，没有财富的多少，只有对艺术的敬畏和对美的纯粹感知。当第3遍平沙落雁的余音渐渐消散时，窗外东方已经隐隐透出鱼肚白，远处传来一声清脆的鸡鸣。
天快亮了，李师师停下双手，站起身来，依然没有对赵吉说一句话，他只是微微欠了欠身，做了一个冷淡的送客手势，便转身走进内室，将门轻轻关上。这场名垂青史的初见，没有风月场里的推杯换盏，没有男欢女爱的床笫之欢，甚至连一句完整的交谈都没有发生，就以这样一种单方面下达逐客令的方式戛然而止。赵吉站在空荡荡的课堂里，看着那扇紧闭的房门，整个人陷入了长久的呆滞。按照帝王的正常逻辑，他受到这样严重的怠慢和无视，理应感到雷霆般的愤怒。他只要一句话，高俅就可以派禁军把这座青楼夷为平地。但人性的幽暗与复杂，恰恰在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赵吉不仅没有愤怒，他眼底反而燃烧起了一团前所未有的狂热火焰。他习惯了整个世界对他低头，习惯了所有人在他面前战战兢兢地扮演顺从的奴才。李师师这种将他视作空气的冷漠，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彻底打碎了他作为皇帝的无聊惯性。在赵吉那颗因为权力而日渐麻木的心里，李师师不再是一个妓女，她变成了一座傲然耸立的冰山，一个需要他用尽毕生才华和柔情去慢慢融化的艺术杰作。他剥夺了他的时间，剥夺了他的特权，甚至剥夺了他说话的权利，但他却用一首曲子，在精神层面给了他一次最为顶级的抚慰和洗礼。在这场地位悬殊的极限拉扯中，那个掌握天下生杀大权的男人输得彻头彻尾。他像一个在情场上初尝败绩的少年，带着满腹不甘与深深的迷恋，在太监们的催促下，趁着晨雾还未散去，顺着那条阴冷的地下暗道，匆匆回到了那座名为皇宫的金色牢笼。当他重新换上沉重的龙袍，坐在金銮殿上面对满朝文武的跪拜时，他耳边依然回荡着昨夜那首凄楚的平沙落雁。他眼前挥之不去的全是那个素衣如雪、眉眼清冷的女子。说实话，如果是我被一个人这样对待，我大概率会觉得受辱。但赵吉不一样，他太缺这种东西了。一个什么都有的人，最渴望的恰恰是被拒绝的感觉，因为只有被拒绝，才能证明对方不是因为你的权利才靠近你。这一夜的冷遇没有成为终点，反而像一颗倒刺深深的铁钩，死死勾住了这位大宋天子渴望自由与浪漫的灵魂。随着地道里的羊角灯笼一次又一次在深夜亮起，赵吉去录视像的频率越来越高，近乎痴迷。满朝文武都在暗中揣测，那个市井女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能把天子迷得神魂颠倒。在寻常人的逻辑里，帝王流连青楼无非是贪图新鲜肉体，但如果真是这样，皇宫里3000佳丽什么样的角色找不到？李师师能让赵吉彻底沦陷的核心武器，根本不是皮肉之欢，而是他提供了一种北宋皇宫里绝对稀缺，甚至用江山都换不来的顶级情绪价值。在这个名为李氏青楼的避风港里，李师师完成了一项全天下文武百官都不敢想象的壮举。他亲手剥离了赵吉身上那张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标签，将他还原成了一个纯粹的才子。在李师师那间挂着几幅水墨画的素雅内室里，赵吉不再是批阅奏章的大宋天子，他仅仅是那个穿着青布长衫，自称赵乙的书画狂热爱好者。在皇宫的翰林图画院里，赵吉每次挥毫泼墨，周围的画师和蔡京这样的权臣只会跪在地上高呼万岁。他们夸赞的话永远是龙飞凤舞、天纵奇才，这种毫无营养、充满政治算计的彩虹屁。但李师师不同，他从小经受过陆氏巷最严苛的艺术孵化，对书画音律有着极高的专业鉴赏力。当赵吉在他的书案上铺开宣纸写下
他引以为傲的受金体时，李师师不会诚惶诚恐地跪拜，他会像一个懂行的知音一样站在一旁静静观看。他敢于伸出白皙的手指，点出某一个字的撇捺是不是过于尖锐，某一行气韵是不是稍显凝滞。赵佶在宣和年间创作了大量传世花鸟画，比如著名的《瑞鹤图》。当他把这些画作带到青楼时，李师师能准确说出画中禽鸟的神态之妙。这种在专业领域里绝对平等的探讨与碰撞，带给赵佶的是前所未有的颅内高潮。他终于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才华在这里得到的不是出于政治恐惧的谄媚，而是出于艺术本身的真正认可。除了书画，李师师更是一个懂得在生活细节中营造精神平权的高手。在点茶技艺上，赵佶本人就是狂热的茶道大家，他甚至亲自撰写了茶叶专著《大观茶论》。在皇宫里，太监和宫女为他备茶总是战战兢兢，生怕水温差一分，茶水一出一滴就掉脑袋。而在李师师的庭院里，赵佶可以放下所有帝王架子，亲手拿起竹制的茶砧，在剑盏里用力击打白色茶沫。两人相对而坐，斗茶品茗，探讨雨水和山泉在冲泡建州贡茶时的细微差别。当朝廷督造的新出窑汝瓷送到房中时，他们会一起在烛光下欣赏那犹如雨过天青云破处般的绝美釉色。在这些充满烟火气却又高雅到极点的日常互动中，赵佶体会到了龙椅上永远无法获得的松弛感。更重要的是，李师师给了赵佶一种难得的个体尊重。后宫的妃嫔面对他，满脑子想的是如何争宠，如何为娘家人求一官半职。那些女人爱的是他手里的至高权力，畏惧的是他喜怒无常的雷霆之威。但李师师深知，在这个拥有全天下财富的男人面前，表现出任何对物质和权力的贪婪，都会瞬间打碎这种完美的知己滤镜。所以他从不向赵佶讨要金银珠宝，也从不打听朝堂上的政务纠纷。他把这间小小的绣阁打造成了一个绝对纯粹的精神租界，把门外的政治风暴和国事烦忧彻底挡在墙外。赵佶在这里不需要端着天子威严，他可以因为喝到一杯好茶而放声大笑，也可以因为听到一首伤感的柳永词而黯然神伤。李师师就像一面澄澈的镜子，照出了赵佶内心深处那个被压抑了半生的风流才子。在这个女人的眼睛里，他终于确认了自己作为一个男人的独特魅力，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权力机器。这种最高级别的情绪供给，就像致命的毒药，让赵佶彻底上了瘾。他甚至开始觉得，只有在陆氏巷的这间屋子里，他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在金碧辉煌的皇宫里，他只是一个被大宋祖宗之法供奉在神台上的提线木偶。所以，即使冒着被御史言官死谏的巨大风险，即使要在阴暗潮湿的地道里穿行，他也乐此不疲。我觉得这就是李师师最厉害的地方，他卖的不是身体，不是才艺，是一种你在我面前可以做回自己的感觉。这种东西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可能不稀缺，但对一个皇帝来说比黄金还贵。这种跨越阶层与身份的奇异交往，在汴京城的地下秘密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李师师用他的清醒、克制和绝顶聪明，在皇权与红尘之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微妙的平衡。他知道自己正在与虎谋皮，陪伴在这个喜怒无常的帝王身边，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所以他把分寸感拿捏到了极致，绝不越雷池半步。但他千算万算，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变量。在这个被他打造成绝对精神避风港的屋子里，除了那个高高在上的帝王，曾经还有一个男人留下过无法抹去的浓重痕迹。那个男人就是亲手把他推上顶流宝座的词坛宗匠周邦彦。在那个没有现代通讯设备的封建时代，
信息的错位和偶然的巧合，往往能在一瞬间引爆足以毁灭一切的炸弹。李师师虽然极力想在这两个身份悬殊的男人之间划清界限，但命运却在宣和年间的一个深夜，给他安排了一场几乎必死的修罗场。这天晚上，原本应该在皇宫处理政务的赵佶突然心血来潮，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就带着高俅和几个太监，顺着地道悄无声息来到了李氏青楼后院。而此时此刻，在这间弥漫着龙脑香的温暖内室里，那位年过花甲的大词人周邦彦正坐在李师师对面，品着新茶，探讨着新填的一阙词牌。周邦彦作为李师师的红颜知己和早期重要推手，他并不知道这个屋子已经成为大宋天子的专属禁地。当门外突然传来那阵只有天子降临时才有的熟悉脚步声，以及保姆那惊恐万状的暗号时，屋内的空气在这一瞬间彻底凝固了。李师师那张向来波澜不惊的脸上，第一次露出了极度的骇然与惨白，因为他比谁都清楚，皇权具有绝对排他性，帝王的嫉妒心一旦被点燃，就是烧毁一切的修罗业火。如果赵佶推开门，看到大宋的官员和自己的女人深夜独处一室，不需要任何解释，周邦彦会被满门抄斩，而他自己也会被瞬间撕成碎片。门外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仿佛死神踩在青砖上的倒数。那个名满天下的大词人，在极度恐惧与慌乱中，只能用一种狼狈的姿态，一头扎进了那张宽大的雕花架子床底下。当雕花木门被一股不容拒绝的力量猛然推开时，大宋天子赵佶带着深秋夜风的寒意大步迈进了内室。此时的李师师正以僵硬的姿态站在书案旁，心脏在胸腔里疯狂跳动，因为就在他脚下不到3尺的架子床底，大宋瓷坛宗主周邦彦正像一只受惊的鹌鹑，死死捂住口鼻，连大气都不敢喘。在封建社会的权力法则中，触碰皇帝的近视是灭三族的十恶不赦之罪。只要赵佶稍微低一下头，或者太监多看一眼床底的阴影，一场血洗陆氏像的屠杀就会立刻上演。但赵佶并没有察觉到空气中那丝濒临绝境的紧绷感，他今天心情格外好，像一个迫不及待要向心上人献宝的少年。根据南宋张端义在《贵尔集》中的详细记载，赵佶从宽大的袖口里掏出了一颗颜色金黄、散发着沁人清香的果子。这是一颗刚从江南用800里加急送入汴京的霜降新城，在当时交通极度不便的北宋，这样一颗汁水饱满的新城价值甚至超过等重黄金，是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能享用的顶级贡品。赵佶没有让太监动手，而是亲自拿起案几上那把锋利的并州剪刀。他坐在床榻边缘，带着几分讨好和炫耀，亲手为李师师剥开了这颗新城。并州产的剪刀冷光如水，江南新贡的盐霜洁白胜雪。天子剥橙，佳人剥咸，两人在暖阁里低声调笑，聊着汴京城的风月和刚宋进宫的字画。而这一切全被躲在床底浑身僵硬的周邦彦听得清清楚楚。这位年过花甲的大词人，在极度恐惧与憋闷中度过了他人生中最漫长、最备受煎熬的一个夜晚。直到3更鼓响，赵佶因为明天还要早朝，才依依不舍地起身离开，顺着地道返回了皇宫。当赵佶的脚步声彻底消失在夜色中，周邦彦才灰头土脸地从床底爬了出来。经历了这场生死劫难，按照常人逻辑，他应该立刻远走高飞，再也不敢踏入这间屋子半步。但文人那种深入骨髓的浪漫和作死的艺术冲动，在这个时刻却诡异地占据了上风。周邦彦拍了拍身上的灰尘，不仅没有立刻逃跑，反而走到书案前，拿起赵佶刚用过的毛笔，
将自己在床底听到的一切挥毫写成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名词《少年游》。并刀如水，无言胜雪，纤手破新城。紧握初温，受烟不断，相对作调声，低声问：向谁行诉？城上已三更，马华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这首词生动白描了赵佶和李师师当晚的私会细节，甚至连两人之间的私语都写得纤毫毕现。写完这首词后，周邦彦才匆匆离开了陆氏巷。但这首才华横溢却充满致命危险的词作，成了一颗随时会引爆的定时炸弹。我觉得周邦彦这个人典型的文人通病，命都快没了，还想着写诗。但你不得不承认，这首词写的是真好，好到让人忘了他背后藏着多大的杀机。几天后，赵佶再次通过暗道来到李师师房间。李师师或许是为了展示一首绝妙新曲，或许是无心之失，竟然在酒过三巡后将这首《少年游》拨动琴弦唱了出来。赵佶本就是极具艺术素养的词曲行家，他听着听着，脸色突然大变，原本满是笑意的眼神瞬间凝固成一块寒冰。这首词里描写的细节，分明就是那天晚上他和李师师独处时的场景。赵佶立刻冷冷质问：这首词到底是谁写的？面对天子那足以杀人的目光，李师师知道再也隐瞒不住，只能如实回答：是周邦彦所作。这句话一出，赵佶的雷霆之怒瞬间爆发。他立刻推算出了一个让他感到无比屈辱的事实：那天晚上，当他和心爱的女人温存时，竟然有一个男人就藏在房间里。皇权的排他性和男人的嫉妒心像毒蛇一样死死咬住了赵佶的心脏。第二天早朝，赵佶便随便找了一个借口，直接下旨将周邦彦革职，并立刻驱逐出汴京城。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杀局。在这场致命的修罗场中，李师师面临着人生中最凶险的一次危机。如果他向赵佶哭闹求情，就会坐实他和周邦彦的私情，只会火上浇油，引来杀身之祸。如果他装聋作哑，袖手旁观，那他在大宋文化圈里将彻底背上薄情寡义的骂名，辛苦建立的人设瞬间崩塌。在男权与皇权的极限挤压下，李师师展现出了堪称封神的顶级情商。当赵佶再次来到李氏青楼时，他发现李师师不在房间里，直到深夜，李师师才红着眼睛，满脸泪痕地从外面回来。赵佶压抑着怒火，冷冷地问他去了哪里。李师师没有跪地求饶，也没有说半句谎言，他异常坦荡地回答：臣妾去城外送别周邦彦了。赵佶听完怒极反笑，他质问李师师：那个老头子临走前又给你写了什么新词吗？李师师没有回话，而是默默走到琴台前坐下。他用那双还有些颤抖的手拨动琴弦，用一种悲凉到极点的嗓音唱出了一首周邦彦在城门外刚刚写就的《兰陵王》：柳阴直，烟里丝丝弄碧，随堤上曾见几番浮水飘绵送行色，登临望故国，谁识京华镌刻。这首词写尽了离愁别绪，写尽了文人诗意的悲凉，其词调之凄美，意境之深远，堪称宋词中的绝唱。李师师一边弹一边泪如雨下，那绝美的琴音和哀婉的歌声在房间里回荡。奇迹就在这首绝妙的词作和李师师精湛的演绎中发生了。赵佶这个被极度冲昏头脑的大宋天子，在听到这首《兰陵王》后，他骨子里的那个顶级艺术家之魂被瞬间唤醒了。他懂词，他太懂这首词里蕴含的绝世才华了。在赵佶内心深处，对艺术的极致推崇，竟然在这一刻战胜了身为男人的世俗嫉妒。他听着这首凄美的离歌，看着眼前哭成泪人的绝代佳人，突然意识到，如果因为一时意气用事，杀掉或赶走这样一位旷世词坛天才，那将是大宋文化的巨大损失。
更重要的是，李师师用这种坦荡的送别向他证明了一点：他和周邦彦之间是纯粹的伯牙子期般的艺术之音，而不是低俗的肉体纠葛。如果他真的心里有鬼，绝不敢在天子面前如此坦然地去送别，更不敢当面唱出他的新词。赵佶的怒气在琴声中一点点消散，取而代之的是对这首绝妙好词的连声赞叹。他立刻下达了一道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圣旨，他不仅收回了罢免周邦彦的命令，甚至还派快马将已经走到半路的周邦彦追了回来。不仅如此，赵佶还专门下旨让周邦彦继续担任大圣府长官，专门为宫廷谱写新曲。一场原本必死无疑的修罗场，被李师师用一首歌、几滴眼泪和极度坦荡的真诚化解得无影无踪。他不仅成功救下了自己的老情人兼文化推手，更在赵佶心中彻底确立了不可替代的艺术之音地位。他用实际行动向皇帝证明，他虽然身在青楼，却有着比朝堂上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文人更加磊落的胸襟。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女人处理危机的方式，核心逻辑就是4个字：以退为进。她没有辩解，没有撒谎，没有哭闹，她用坦荡本身作为武器，因为她太了解赵佶了。赵佶骨子里是艺术家，不是暴君。你用艺术去打动他，比你跪在地上磕10000个头都管用。在这场围绕床榻之下的惊险博弈中，李师师犹如在万丈悬崖上走了一回钢丝。他凭借极高的情商和对皇帝双重性格的精准拿捏，完成了绝地反杀。但当夜深人静，赵佶熟睡在他身旁时，李师师看着帐顶上精美的金线刺绣，后背却早已被冷汗浸透。这次致命的危机像一声刺耳的警钟，在他耳边长鸣不息。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皇帝的宠爱就像一把没有刀鞘的双刃剑，今天可以为了艺术饶你一命，明天就可以为了权力将你满门抄斩。在这个离大宋帝国最高权力仅仅一步之遥的红尘深处，他绝对不能因为胜券正浓就生出哪怕一丝非分之想。为了保住这来之不易的生存空间，他必须在自己和皇权之间画下一道永远不可逾越的绝对红线。这就是李师师在距离大宋最高权力仅一步之遥时做出的惊人选择。在那个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封建官场法则里，这几乎是一个违背所有世俗欲望和人性贪婪的奇迹。你试想一下，以宋徽宗对他那种近乎痴迷的宠爱，以及他对皇帝情绪的绝对掌控力，如果他稍微流露出一点对权力的渴望，或者在枕边吹一吹风，他完全可以像历史上许多受宠的后宫妃嫔一样，为自己要一个正式封号，甚至把远房亲戚通通安插进朝廷。在一些后来被政委的野史和演绎里，为了满足世俗对权色交易的想象，总说赵佶把他带进了皇宫，册封他为李明妃或英国夫人。但你翻开正史，比如《宋史》或者三朝北盟汇编，大宋后宫册封名录里根本没有李师师3个字。朝廷官员任免花名册上，也绝对找不到任何一个因为沾了李师师的光而鸡犬升天的裙带亲属。在这个充满金钱、权力和欲望的修罗场里，李师师干净的就像一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幽灵。这绝不是因为宋徽宗吝啬，连高俅这样一个踢球的破落户，赵佶都能顶着满朝压力让他当上太尉。如果李师师真想要一个妃嫔封号，对赵佶来说易如反掌。真相只有一个，那是李师师自己异常坚决而又小心翼翼地把所有与正式政治权力沾边的东西全部挡在了门外。他的这种克制，源于他作为底层孤儿在陆氏巷摸爬滚打出来的顶级生存智慧。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最大的核心资产，也是皇帝最迷恋他的地方，就是他身上那种纯粹的市井烟火气
和完全不掺杂政治利益的精神避风港属性。一旦他踏入皇宫高墙或接受朝廷封号，他就会瞬间从超脱世俗的红颜知己变成后宫3000佳丽中互相倾轧的庸俗妇人。到那时，他的清冷人设彻底崩塌，皇帝对他的猎奇感和精神寄托也会烟消云散。更可怕的是，如果他让家人入朝为官，就会立刻触碰大宋最敏感的政治红线——外戚干政。那些早就对皇帝微服嫖娼不满的士大夫们，平时碍于皇帝的脸面不敢发作，一旦抓住他干预朝政的把柄，奏折就会像雪片一样飞向龙树岸，将他塑造成祸国殃民的红颜祸水。在皇权与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博弈中，她这个没有任何根基的青楼女子，随时会被当成平息众怒的政治牺牲品，被碾得粉碎。所以李师师清醒地画地为牢，他把自己死死钉在市井名妓这个看似卑贱，实则最安全的身份坐标上。当赵佶赏赐给他成百上千两黄金白银或精美的江南丝绸时，他会毫不客气地收下，因为那是对他艺术才华和情绪供给的心安理得的物质回报。但当谈及任何涉及官职、封号或权力干预的话题时，他立刻闭上嘴巴，或者用一首清冷的琴曲巧妙转移话题。在那个充满暗箱操作的北宋末年，不知道有多少渴望升官发财的投机分子提着装满奇珍异宝的箱子，在李氏青楼外排起长队，想通过他的门路向皇帝求取一官半职。但在所有可靠的历史文献中，你找不到任何一例李师师替人买官卖官的成功记录。他就像一道绝对绝缘的防火墙，把市井的贪婪和朝堂的腐败在自己这扇雕花木门前生生切断了。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不是不想要，是知道什么东西一旦拿了就会要命。很多人毁就毁在这一步，明明已经站在了最好的位置上，偏偏还要再往前伸一只手。那只手伸出去的瞬间，就是万劫不复的开始。这种离皇权最近，却又对皇权保持绝对敬畏和边界感的清醒，让李师师在宣和年间那段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奇迹般保全了自己，甚至成为了某种意义上连朝臣都不敢轻易得罪的隐形存在。但他个人的清醒与克制，终究无法挽救那个正在被内部腐朽和外部强敌迅速掏空的庞大帝国。李师师可以在青楼暖阁里为赵佶弹奏出最美妙的太平之音，却无法掩盖汴京城外那些因为花石纲而倾家荡产的百姓的哀嚎，更无法阻挡北方草原上女真人那已经磨得雪亮的弯刀和即将南下的恐怖铁骑。那个在宣德门上欣赏太平盛世幻象的大宋天子，那个在书案前挥洒瘦金体才华的风流道君，即将在历史的狂风骤雨中为他那只顾追求艺术和个人享乐的荒唐统治付出最为惨痛和屈辱的代价。而李师师这个凭借个人惊天手腕刚刚爬上社会阶层顶端的女人，也将在大时代轰然倒塌的废墟中，眼睁睁看着自己用毕生心血建立起来的财富、名声和恩宠，像盛世浮华中最绚烂的肥皂泡一样，在金人铁蹄的震动下不可逆转地走向碎裂。当宣和7年冬天的第一场大雪纷纷扬扬落在汴京城连绵不绝的琉璃瓦上时，这场大雪没有像往年一样带来瑞雪兆丰年的喜悦，它带来的是从北方草原上席卷而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血腥气息。大金国的铁骑像挣脱锁链的嗜血猛兽，彻底撕碎了宋辽之间维持100年的脆弱和平。10几万金国大军兵分两路跨过黄河，带着摧毁一切的狂暴力量直逼大宋帝国的心脏。边关的800里加急军情像催命符咒一样雪片般飞入垂拱殿，那座曾经夜夜笙歌，只知道讨论书画和奇石的朝堂，瞬间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与瘫痪。那个曾经自诩为道君皇帝，在李师师暖阁里
挥洒绝世才情的宋徽宗赵佶，在面对着足以亡国灭种的滔天大祸时，彻底暴露出了他作为帝王最懦弱、最没有担当的底色。在金兵即将兵临城下的那个腊月，赵佶做出了一个让全天下人都错愕心寒的决定，他迫不及待地草拟了一份罪己诏，然后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强行将皇位传给了太子赵桓，也就是后来的宋钦宗。赵佶把这副烂透了的重担，这座随时会被金人踏平的都城，毫不犹豫地甩给了自己毫无准备的儿子，而他自己则打着烧香祈福的幌子，带着高俅、童贯等几个佞臣，连夜登上早就准备好的豪华大船，顺着汴河仓皇逃往南方。在这场堪称大宋历史上最狼狈的最高层逃亡中，那个曾经口口声声说李师师是他唯一红颜知己的男人，那个为了见他甚至不惜挖通地下暗道的帝王，在逃命的船舱里根本没有给李师师留下哪怕一个最卑微的角落。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那些风花雪月的誓言和缠绵悱恻的诗词，比一桶就破的窗户纸还要廉价。皇权曾经赋予了他汴京城最耀眼的荣光，又在灾难降临的第一时间，将他像一件不再需要的旧衣服一样无情抛弃在这座即将沦为修罗场的孤城里。说实话，这一段每次读到我都觉得特别讽刺。一个男人为了你挖地道，为了你冒着被弹劾的风险夜夜出宫，你以为这是爱情？不是，这是猎奇。猎奇的本质是自私。当危险真正来临的时候，猎奇者跑得比谁都快。当宋徽宗出逃的消息传到陆氏巷时，整个汴京城的娱乐产业瞬间迎来末日般的崩塌。樊楼里的灯火熄灭了，教坊里的丝竹管弦被砸得粉碎。昔日那些高高在上的达官贵人，满身泥泞地带着家眷和金银细软，像没头苍蝇一样在城门处拼命拥挤，试图逃离。那些平日里互相攀比的名妓们哭天抢地，抱着自己的装臀，四处寻找可以依附的靠山。但在李氏青楼那间曾无数次接待过帝王的内室里，却出奇的安静。李师师没有哭泣，没有像其他女子那样绝望地咒骂男人的无情，更没有收拾金银准备逃亡。他静静坐在那张宋徽宗曾经挥毫泼墨的书案前，看着满屋子那些象征无上恩宠的御赐之物。这里有大内府库里最顶级的羊脂白玉，有江南织造局进贡的寸锦寸金的蜀锦，有装满一整个紫檀木箱的黄金白银。这些曾经是他逆袭人生、跨越阶层的最直接证明，但在金人的投石机和弯刀面前，这些闪闪发光的财富瞬间变成了一堆毫无意义，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的破铜烂铁。作为一个在市井底层摸爬滚打、见惯人情冷暖的清醒者，李师师比任何人都更早看透了盛世浮华的虚无。他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大宋的江山若是保不住他一个背负着红颜祸水骂名的名妓，抱着这些御赐财宝，只会成为乱兵和暴民眼中最肥美的猎物。于是在大厦将倾的这一刻，李师师做出了一个果决，甚至让许多自命清高的士大夫都感到汗颜的壮举。根据三朝北盟汇编和相关宋人笔记的记载，在北宋朝廷为了筹措抗金军饷，急得焦头烂额，甚至开始在城内强制搜刮民财的时候，开封府衙门前停下了一长串沉重的马车，马车上装载的不是别的，正是李师师这些年来从宋徽宗那里得到的所有赏赐。李师师没有亲自露面去博取虚名，他只是派人将一份详细的财务清单连同数不清的金银珠宝平静地上交给了开封府尹。他在随父的信函中言辞恳切地表示，自己乃一介女流，深受国恩，如今边关告急，国库空虚，他愿将生平所获所有赏赐尽数捐出，不留一分一毫，全部充作河北前线将士抗击金兵的军饷。
这绝不是一笔小数目，这是一笔足以让任何富商巨贾都感到肉痛的庞大财富。但在交出这份清单时，他的手指没有一丝颤抖。他是在用这种最为彻底的散尽家财来进行一场断臂求生的极限切割。他切断的不仅是对物质的贪念，更是切断了与那个懦弱帝王、与那个腐朽朝廷之间最后的一丝羁绊。不仅如此，他还向开封府提出了一个更为决绝的请求。他请求官府允许他脱去这身代表汴京名妓的华丽服饰，摘下名贵珠翠。他自愿将这座名满天下的李氏青楼也一并上交，然后自己去城外的慈云寺削发为尼，从此青灯古佛了此残生。当这个消息在战火纷飞的汴京城内传开时，许多正在绞尽脑汁隐藏家产、逃避朝廷摊派的权贵官僚们纷纷羞愧地低下了头。一个出身卑微、靠取悦男人为生的青楼女子，在国家危亡之际，展现出了比满朝诸公更加磊落的家国大义和令人战栗的清醒。他明白，那个曾经用诗词歌赋和金粉堆砌起来的北宋王朝，已经无可救药地烂到了根子里。他把皇帝给他的财富还给了这个国家，这就等于清空了自己所有的历史债务。从今往后，他不再欠赵佶什么恩情，也不再是大宋皇权笼罩下的金丝雀。他用放弃一切的代价，为自己赎回了那份在底层挣扎时最为看重的干干净净的尊严。当那些装满金银的马车缓缓驶离李氏青楼的那一天，李师师换上了一身最普通的粗布麻衣，没有带任何随从，孤身一人走出了那条他曾经光芒万丈的路石巷。深冬的寒风夹杂着雪花，无情地拍打在他脸上，但他的步伐走得异常坚定和轻松。他走过了曾经车水马龙，如今一片萧条的周桥夜市，走过了那些曾经为他传唱过周邦彦新词的勾栏瓦肆。他知道，那个属于士大夫的清雅时代，那个属于宋徽宗的浪漫幻梦，以及那个属于他李师师的红尘传奇，都将在这场不可阻挡的冰拱中化作一堆永远无法拼凑的灰烬。但个人的清醒和气节终究无法改变历史车轮无情的碾压。就在李师师散尽家财，试图用遁入空门来寻找最后一片清净之地后不久，历史来到了让所有汉人都肝肠寸断的靖康2年。金人的铁骑再次南下，这一次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便像黑色的潮水一样彻底洗劫了这座失去灵魂的汴京城。震耳欲聋的战鼓声和抛石机砸击城墙的轰鸣声，成为了这座大宋都城最后的丧钟。城门轰然倒塌的那一刻，一个比死亡更加屈辱、更加黑暗的深渊正向着城内所有还没来得及逃亡的百姓、后妃以及那个早已脱下华服的红尘女子张开了狰狞的血盆大口。金国统帅不仅洗劫了国库里所有的金银财宝，更将目光对准了大宋最核心的尊严。金军统帅拿出一份早已拟定好的俘虏名单，开始在城中按图索骥地疯狂抓人。在这份充满屈辱的名单上，除了徽钦二帝、皇后、所有帝姬和宗室女之外，金国主帅还蛮横地点名索要了一个并不在宋朝皇室编制内的女人，大宋道君皇帝的红颜知己，名满天下的李师师。在金人粗暴的征服者逻辑里，抓走大宋天子最宠爱的女人，是对这个中原王朝精神脊梁最彻底的折断和羞辱。此时的宋徽宗赵佶已经沦为金营里的阶下囚，面对敌人的屠刀，他连自己的皇后和女儿都保护不了，更何况是一个被遗弃在城中的市井名妓。为了讨好金国主帅，那个被金人扶植起来的伪楚皇帝张邦昌，像一条发了疯的猎犬，派出大批差役在汴京城的残垣断壁中四处搜捕，最终从慈云寺里找出了已经出家的李师师。当张邦昌得意洋洋地将李师师押解到金营前，
准备将它作为精美的战利品献给金人统帅时，一场在中国历史上足以让无数须眉男儿汗颜的悲壮抗争，在金人的军帐前爆发了。在宋代笔记《李师师外传》的记载中，这位一向以清冷著称、柔弱无骨的青楼女子，面对周围那些如狼似虎的金国士兵和卖国求荣的宋朝叛臣，没有留下一滴乞怜的眼泪。他指着张邦昌等人的鼻子，用轻蔑的语气骂出了一段振聋发聩的千古遗言。他说：“我不过是一个卑贱的妓女，承蒙大宋皇帝的眷顾，宁可一死，也绝不苟且偷生。而你们这些人，世世代代拿着大宋朝廷的高官厚禄，朝廷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们？如今国家败亡，你们不仅不能拔剑殉国，反而为了苟活去给异族当走狗，还要拿我一个青楼女子去结交敌人，你们有何面目苟活于世？”骂完这番话，李师师在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的瞬间，拔出头上仅剩的一只金簪，狠狠折断，将那尖锐的金簪毫不犹豫地吞入了腹中。在痛苦的痉挛中，这位曾经冠绝精华的绝代佳人，用一种壮烈的方式亲手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我每次读到这一段都会停下来想很久。一个妓女在亡国的时刻，比满朝文武都有骨气。这说明什么？说明骨气这个东西跟出身没有半毛钱关系，跟你读了多少圣贤书也没关系，它只跟你这个人本身有关。当然，在浩如烟海的宋代历史文献中，关于李师师的最终结局并不只有吞金自尽这一种说法。在南宋文人刘子温的诗集《汴京记事》中，记载了另一个更加充满沧桑感的版本。刘子闳写道：靖康之难后，李师师侥幸逃过了金兵的搜捕，混在逃难的难民潮中，一路流落到了江南的临安。那时候的他已经因为颠沛流离而容颜憔悴，再也没有了当年在陆氏巷里牵华淡柱的绝代风韵。当时在江南，有一些逃难过来的南宋达官贵人听说了李师师流落在此，他们为了寻回昔日汴京城的繁华旧梦，企图花重金邀请李师师重新出山，为他们演唱宣和年间的旧曲。但这位历经国破家亡的女子坚决拒绝了所有的重金聘请，她宁愿守在西湖边一间破败的茅屋里，靠着给人做些针线女红过着凄苦日子，也绝不再像这些只知道偏安一隅、醉生梦死的南宋权贵张开歌喉，年古繁华事可伤，诗诗垂老过湖乡，履衣弹板无颜色，一曲当时动帝王，谁知流落江湖上，宁愿贫寒不卖歌。这就是对他后半生最真实的写照。无论是吞金自尽的刚烈，还是流落江湖的孤傲，如果我们把李师师的结局和那个曾经在大殿上接受他情绪抚慰的宋徽宗放在一起对比，你会感到一种强烈的、充满讽刺意味的历史荒诞感。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宋天子赵佶，在被押解到金国大本营后，乖乖脱去上衣，披着羊皮，像畜生一样完成了金人侮辱性的牵羊礼。他还毫无骨气地接受了金国皇帝册封给他的那个充满羞辱性的爵位——昏德公。他在北国的冰天雪地里苟延残喘，为了活下去，甚至还要写诗去阿谀奉承那些夺他江山的金国贵族。一个从小接受天下最顶级精英教育，享受举国财富供养的大宋帝王，在绝境面前卑微到了尘埃里。而一个出身低贱、被整个封建礼教视为下九流的市井妓女，却在国破家亡的至暗时刻，用自己孱弱的肩膀扛起了大宋王朝最后的一点骨气和尊严。在那些道貌岸然的封建士大夫眼里，国家的兴亡最终往往都要归咎于红颜祸水。但冰冷的史实细节却告诉我们，大宋的灭亡是因为皇权的腐朽、官僚的贪婪和军事的孱弱。李师师不仅没有祸国，反而在大厦将倾时散尽家财，在亡国之耻面前保全了气节。
他从头到尾都只是这场巨大男权和皇权游戏中的一个被动参与者。他用自己绝顶的聪明和极高的情商，在这条名为红尘的刀尖上跳出了一支惊艳绝伦的舞蹈，完成了从染坊孤儿到天下第一名妓的阶层逆袭。但他依然无法摆脱封建时代底层女性那如同浮萍般任人摆布的终极宿命。当时代的雪崩轰然而至时，他用尽了所有力气，也仅仅只能在这场雪崩中为自己保留下最后一点干干净净的体面。你有没有发现，这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处境其实是一样的？你可以很努力，可以很聪明，可以把手里的牌打到极致，但有些东西是时代决定的，不是个人能改变的。你能做的，就是在大浪来的时候，守住自己的底线，这已经很了不起了。当我们站在1000年之后的这个夜晚，透过浩瀚的历史长河去重新审视这位奇女子的一生，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供人茶余饭后消遣的风月符号，而是一个在夹缝中为了生存拼尽全力，在绝境中依然坚守底线的坚韧灵魂。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高贵与卑贱从来都不是由出身和阶层来决定的。一个人的灵魂是否高贵，只取决于在面对命运的极致审判时，你做出了怎样的选择。在这个充满变数和压力的现代世界里，我们或许也会像当年的李师师一样，面对阶层的壁垒，面对生活的不公，面对那些看似无法跨越的困境而感到深深的无力。但请记住，无论身处怎样的泥沼，无论手里拿着多么烂的一副开局之牌，只要你不放弃对自我的打磨，不丢失内心的那份清醒与底线，你就能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为自己搏出一个值得被尊重的未来。就像李师师在那寒冷的陆氏巷里，在无数次磨破指尖的琴弦上弹奏出的那首属于自己的破茧之曲。历史的硝烟早已散去，汴京城的繁华也早已化作尘土，但那个素衣如雪、不苟言笑的清冷女子，却永远留在了大宋朝的记忆深处，成为了这世间最让人意难平的一声绝响。好了，今晚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在这个安静的夜晚陪我一起走过李师师那充满传奇与悲凉的一生。放下你白天所有的疲惫和伪装吧，卸下那些压在心头的重担，在这份跨越1000年的历史叹息中，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份宁静与从容。愿你在梦中没有世俗的纷扰和阶层的偏见，只有一阵拂过汴河的微风，带来几缕悠扬的琴音和无尽的温柔。晚安，好梦。